耽误太多时间，事情可就做不完了。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句名言出自谁口吧？璃月七星，玉恒星，克勤。克勤应该算是一个工作狂人，而且是一个极度追求工作效率的人。他讨厌懒惰和低效，只能说作为曾经的社畜，我感受颇深。其实克勤的性格在我看来并不是那种很典型的讨喜的二次元女生模板，所以她能拥有这么高的人气，我还挺意外的。但从外形上来看的话，猫耳、双马尾、黑丝以及辟邪剑法有那么高的人气，倒也不意外。米哈游在拿捏 XP 这一块还是有一手的。为什么现在出克勤的攻略？因为阿勤这一次确实站起来了那么一点，激化反应对雷系的提升非常不错，而且最适合的就是伤害段数多、频率高且低伤的角色，而克勤可以说是完美适配。所以这口汤我阿勤必喝。再加上克勤可以很好的触发皇女的天赋以及满命的效果，主打激化反应的克勤皇女配对强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循环非常的舒服。我自己在体验过后可以肯定的说，我阿勤 T1。克勤的天赋加点说实话都挺重要的，建议全部都点。克勤的普攻，克勤应该是我见过最灵动的女角色了，英姿飒爽，普攻自带仙侠气息，而且还有大段的突进，既好看又实用。普攻模组是非常不错的，只可惜倍率一般。克勤主要的输入手法还是 A 重，比较遗憾。克勤的重击和普攻是共用一套附着 CD 的，不过好在克勤的重击有2段伤害，所以总体来说问题不大。可能有人会问，但这样的话，在连续 A 重时，每次打出附着的那一下，不就都是普攻的第一段了吗？确实，普攻的第一段的倍率是比重击倍率要低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伤害，因为雷系打不了增幅反应，而激化和聚变反应与角色的技能倍率是无关的，所以反应的伤害是不会变低的，这点不用担心。元素战绩有2种手法，第一步都是一样的，首先是投出雷蝎，可以短按迅速投出，并在投放位置留下标记，也可以通过长按调整雷蝎的投放位置。短按投出，雷蝎会自动锁敌，长按则可以控制雷蝎标记的所在位置，比如说放在空中。接着我们可以再次释放元素战绩，此时克勤就会快速移动到雷蝎标记位置，并造成范围雷伤，当然也可以直接 A 中，这时雷蝎标记会发生爆炸，快速造成2段雷伤。两者的总倍率是一样的，但第一种说法克勤会获得雷元素附魔5秒，所以一般来说，为了雷元素附魔，我们都会选择 EE 而不是 EA 中。不过在某些场景下 EA 中还是会更好用，比如当我们不好近身打怪时，我们就可以利用 EA 中的手法，在远距离对怪造成伤害，弥补真空期的输出。这个手法因为不常用，所以很容易被大家忘掉，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好了。克勤元素战绩的实际应用，因为可以对空释放，所以在大世界中经常会用于一些不好攀爬的地形，就比如有屋檐的屋顶这种上大下小的地形结构，角色不好爬，但克勤一个战绩就可以上去，属于是开空利器。还有就是可以在战斗中对空释放，来躲避一些地面类型的伤害，顺便打出下落攻击。当然这会比较考验操作者的反应速度，但熟能生巧，只要心里有这个意识，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用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克勤在释放雷蝎时视角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转动的视野角度也会变小，所以距离的把控很重要。还有就是虽然文案里写的是可以跨越地形，但实际上是不可以的，原神里就没有可以跨越地形的瞬移技能，全部都是快速移动。元素爆发，克勤会暂时进入无敌的状态，在空中画出一颗五角星，快速打出共计10段伤害，总倍率其实还不错，其中1、4、7、10段伤害可以施加元素附着。在克勤释放大招时，克勤会获得 15% 的暴击率以及元素充能的提升8秒，所以基于这点，克勤的主要输出手法一般是 EQE A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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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克勤的2段 E 以及后续的 A 中就都能享受到 15% 的暴击率的加成了。那为什么不 QEE 呢？这样不是更好吗？首先第一点，克勤战绩的第一段只会产1颗球，产球集中在第2段战绩，所以 EQE 手法不用担心损失太多的能量球。第二点就是克勤元素战绩的 CD 是从释放了第1段战绩之后就开始计时的， EQE 的手法可以使战绩的 CD 缩短至3秒左右，
这样我们也能快速的打出下一次的战绩，这是 QEE 手法做不到的。所以综上所述， EQE 手法是最佳的。圣遗物和配对我就放在一起讲了。阵容很简单，钟离、克勤、克莱、皇女，其中克勤和皇女是关键位置，不能换。钟离和克莱是可以换的，但就目前来看，这两者作为盾符和挂草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这两个。这套阵容其实乍一看感觉挺弱的，没输出，但实际用起来你会觉得输出比想象中高很多，而且循环流畅，用起来很舒服。关键点其实在于皇女。小艾米的固有天赋5，场上角色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时，就会降下一道圣材之雷。这个天赋有没有 CD 我不清楚，但就实战来看，我们是可以短时间内触发多次的。只要我雷元素相关反应触发的够快，它触发的次数也就越多。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圣材之雷它是独立附着的，这也就意味着每触发一次，它就能打一次超激化，无敌。那么谁可以在前台频繁的触发雷系反应呢？没错，正是我阿婷。除此之外，皇女满命的效果也能额外增加雷附着的次数。虽然不像圣材之雷是独立附着，但每多3次攻击也能多1次附着，提升也是不小的。而这套阵容就是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输出手法很简单，钟离新手开盾，切小艾米丢奥兹，然后换克莱 EQ 下场，最后切克勤战场 EQE 一套连招，然后接4下1中。这时我们就可以换钟离开盾，再切小艾米丢大，续注奥兹。此时克莱战绩和大招 CD 也赚好了， EQ 下场后就是完全重复的操作了。只能说循环是真的非常的流畅。其中克勤和小艾米都是不需要刻意去堆充能的，靠 Y 就可以了。克莱的充能很重要，最好能堆到250，不然很难循环起来。钟离和克莱最好有一个人带西风武器，这样可以润滑全队的循环轴。在圣遗物方面，钟离最佳是带4盘盐，就捡雷结晶。武器西风最佳，克莱圣遗物带4教官，可以为全队加120点的精通。现在需求元素精通的反应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教官在以后只会越来越重要，一定要攒个1-2套起来。武器有条件的话，带周末弓是最好的，克莱触发周末也很方便，没有就带西风。克勤武器5星就给雾切，4星的话小李龙吟，3星就给黎明神剑。圣遗物选择有很多，平雷、如雷、噬星都能用，其中平雷伤害会高点。用如雷的话，克勤的手法可以变一下，改成 EE、QEE。简单来说就是能用战技就用。杯子和头依旧选择雷伤和双爆。杀戮位的话还是建议攻击，精通可以靠 Y 以及教官来给。激化反应对圣遗物最大的意义就是我 Y 精通不亏了。我自己也尝试过精通杀和攻击杀，只能说两者差距不大。有教官的情况下，还是攻击杀更好。小艾米武器5星给天空，4星可以选择月卡弓，绝弦也可以，但带绝弦面板压力会比较大。其他很多输出型武器也都可以用，就不一一例举了。圣遗物和克勤一样，不过小艾米触发激化反应的次数会更多，所以更建议带青铜杀，伤害上限会来得更高。还有就是激化反应很吃角色等级，所以克勤和皇女的等级一定要拉满，不然伤害会差的比较多。如果你喜欢克勤呢，那么我是非常建议你尝试这套阵容的。我自己在凑了一身装备之后，真的只是凑了一身装备。钟离带的4000盐，克莱甚至带的是森林套，没有一点辅助功能。克勤和皇女都是3合1换出来的如雷套，带的侠礼和月卡弓，打深渊一次就过了，强度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非常推荐。当然了，如果你想进一步提高该队伍的整体伤害的话，可以考虑把钟离换成万叶，但这样一来生存就会是个大问题了。对自己操作有自信的话可以这么玩，不然还是建议老老实实当个盾符，等以后草奶出来了再换也不迟。劳逸结合是不错，但也别放松过头。克勤其实是我一直都比较想出攻略的一个角色，但苦于没有什么好的配对，所以就一直搁置着。不过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克勤他真的站起来了。事物是一直在发展的，我也希望大家能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角色，拒绝印象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到你，还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